俄罗斯专家比较了中美隐身轰炸机之后，认为 B-21的性能落后于中国的隐身轰炸机，而美军现在更着急的是 B-21的首飞日子会不会也落在后面呢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中美军事科技竞争的大棋局之中，隐身战略轰炸机才是真正的大国重器。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日前表示，这两款全球最新、最先进的隐身战略轰炸机都已经非常接近于首飞状态。未来几个月非常关键，美国的 B-21将与中国的隐身战略轰炸机一较高下，竞争谁先首飞。不过，俄罗斯专家却给美国人泼了盆凉水，你先别急着谁先首飞，因为 B-21在性能上很可能就比不过中国的隐身战略轰炸机。俄罗斯的自由媒体认为，中国的黑鹰将胜过美国的夜鹰。当然，他这里说的中国黑鹰是指的我们正在研发的远程隐身战略轰炸机，而美国的夜鹰呢，指的就是那个 B-21。他们提出的理由有这么几点：第一，中国研制隐身战略轰炸机只花了6年，仅就这一点就远比美国人高效。那么，美国研制 B-21用了多长时间呢？起码时间要长1倍。俄罗斯专家认为，中国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几乎在所有的参数上都优于 B-21，因此，美国的新型战略轰炸机还没有服役，在竞争中就已经输了。那么，俄罗斯的军事专家是怎么得到中国隐身战略轰炸机的相关数据的呢？估计呢也是推测。那么这推测有没有道理呢？很可能是有道理的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战略轰炸机，特别是现代的隐身战略轰炸机，追求的呢大概是这么几点：一个，隐身性能要好；第二，要飞得远；第三，载弹量要大，从而呢才能够实现远程的战略突防。而从 B-21目前的情况看，它只是一款中远程的战略轰炸机，个头比 B-2还小，起飞重量从透露的信息看，大概在60吨到100吨这么一个范围，载弹量呢也不过是几吨到10几吨，个头远远的小于 B-52、B-1B 和 B-2。那么，如果中国的战略隐身轰炸机对标美国的 B-2，那么个头肯定就会超过 B-21，那么无论航程还是载弹量都会要比 B-21强。那么隐身呢，双方的性能恐怕差不太多，因为美国掌握了隐身技术，中国也掌握了隐身技术。俄罗斯专家提出的第3条理由是，中国研制的新型轰炸机完全是基于中国自己的技术，而且呢，中国的隐身战略轰炸机能够让美国无法有效地探测到，其作战半径完全可以覆盖美日澳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。这款新型的隐身战略轰炸机一旦研发成功，装备部队将直接改变中美战略较量的态势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，俄罗斯的媒体之所以认为中国的下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比美国的 B-21强，主要是基于这么几点：研发速度、性能和对中美安全战略的影响等方面而做出的。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，俄罗斯人凭什么认定中国的战略轰炸机在所有的参数上都优于 B-21呢？首先，中国已经拥有了非常成熟的隐身飞行器的研制经验，研制一款隐身战略轰炸机几乎没有大的技术瓶颈。其次，从公开的数据来看 ，B-21基本上是 B-2战略轰炸机的简化版，在航程、载弹量等方面肯定与中国的战略轰炸机不是一个量级。俄罗斯专家认为，中国研制的可能是150吨级的战略轰炸机，而 B-21充其量也不过是100吨级。最后，中国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在研制方面有后发优势。那么现在的核心问题是，中国需不需要研制一款150吨级左右的战略轰炸机？我个人的看法，需要，因为目前我们的主力战略轰炸机是轰6，以及由轰6改装而成的轰6K 中远程战略轰炸机，它们无论是在航程和载弹量方面，和美俄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相比，都有较大的差距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开发出一款航程更远、载弹量更大、隐身突防能力更强的
远程战略轰炸机，以便能够和现役的中程、中远程战略轰炸机形成高低搭配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